今天我们来聊聊每天都离不开的刷牙这件事。也许你会想，刷牙不就是拿牙刷用力刷吗？其实刷牙竟然不是用刷的，听起来很矛盾，但许多人可能一辈子都在假装刷牙，结果牙齿没刷干净，牙龈反而天天受伤。牙周病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找上门的。牙周病和蛀牙并列为口腔两大疾病，但因为牙周病发展缓慢，常被我们忽视。不痛不痒的牙龈出血，口腔异味久了，竟可能导致牙龈萎缩、牙齿松动，甚至年纪大了掉光牙。更可怕的是，牙周病还会影响全身健康，被称作沈默的杀手。研究发现，严重牙周感染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。因此，千万别小看每天刷牙这件小事，它其实是守护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。然而，为什么我们天天刷牙，还是有80%以上的人逃不过牙周病呢？根据卫生部门的调查，成年人牙周病的盛行率高达80%，超过一半的人甚至病情中重度，但很多人自己浑然不觉。换句话说，每10个人里就有8个牙龈不健康。究竟问题出在哪里？难道每天早晚的刷牙都是白刷了吗？其实并不是刷牙这个习惯没用，而是我们很多人从一开始方法就不对。有人拿起牙刷像搓衣服一样猛刷，以为力度越大，速度越快，牙齿就越干净。有人草草刷30秒就漱口，以为有刷就好。还有人选错牙刷，用硬毛大头刷在嘴巴里横冲直撞，结果牙齿没清洁干净，宝贵的牙龈组织却被刷毛反复拉伤，长此以往，刷牙变成了伤牙。今天我们就要彻底破解这些迷思，深入了解正确的刷牙方式，以及如何挑选适合的牙刷，真正做到把牙刷对地方，刷对方法，远离可怕的牙周病。在介绍正确的方法之前，我们先来看看日常刷牙中常见的错误观念。这些地雷般的习惯，也许你我都曾中招。误区1，用力横刷才干净。很多人刷牙喜欢使劲，左右来回刷，觉得摩擦越大，污垢越少。其实这是大错特错。过度用力横刷，不但无法有效清除藏在牙龈边缘的菌斑，反而像拿钢刷刷地板一样，把牙龈慢慢刷退，把牙根刷得敏感。常年用硬毛牙刷大力横刷的人，牙龈往往会越刷越薄，最后出现楔状缺损，也就是牙齿靠近牙肉的地方被刷出一道凹槽，碰到冷热还酸痛。记住，牙菌斑其实很软，用适当方法就能去除，并不需要大力摩擦。过大的刷牙力道只会伤害牙龈和牙齿表面的珐琅质，得不偿失。误区2，追求牙刷头大，刷毛硬。有些人觉得牙刷头大才能一次刷更多牙，刷毛硬才能刷掉污垢，于是偏好选择大刷头、硬毛的牙刷。事实刚好相反，牙刷头不能太大，刷毛一定要柔软。刷头过大，无法灵活伸到口腔深处，清洁最后面的牙齿。刷毛太硬，容易刮伤牙龈，长期还可能造成牙龈萎缩。想象一下，用硬钢丝去刷皮肤，皮肤都受不了，更何况柔嫩的牙龈。一般来说，成人牙刷头长度大约1枚1元硬币的直径最适合，小孩则依年龄选择更小的刷头，而刷毛以软毛或中软毛为佳，刷毛末端最好磨圆，这样在清洁时才温和不刺激。别太在意那些花哨的刷毛形状广告，无论波浪形还是交叉形，其实清洁效果差不多。最重要的是软硬适中，又不易掉毛。误区3，刷牙只是刷牙齿表面。很多人刷牙只顾把看得见的牙齿表面刷白，却忽略了牙龈边缘和牙缝的菌斑。牙周病往往就是从牙龈与牙齿交界的地方开始侵袭的。如果刷牙时没有清洁到这些缝隙，再认真刷也可能只是把牙齿表面磨亮，藏在缝里的细菌依然我行我素。久而久之，牙龈发炎出血，牙周袋加深，牙周病就慢慢形成了。所以刷牙千万不要只刷牙冠，牙齿露出来的部分更要关照牙龈缘、牙缝和牙齿内侧等死角。误区4，刷牙时间越长越好，越频繁越好。有些人听说自己可能刷不干净，就拼命延长刷牙时间，一刷就是5-6分钟，或者饭后也拼命刷，甚至刷到牙龈出血。其实刷牙并非越长越好，也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要恰到好处。
研究显示，每次刷牙头2分钟就能清除约80%的牙菌斑，超过2分钟以后，清洁效率明显下降。注数据来源于临床研究，因此每次刷牙约2到3分钟最理想，不足1分钟太马虎，超过5分钟则可能太用力，反而伤牙。而刷牙次数一般每天早晚各1次足矣，饭后漱口即可。过度频繁刷牙反而可能让牙龈得不到休息，尤其晚上睡前那次刷牙至关重要，因为夜间唾液分泌减少，自洁作用差，细菌更容易繁殖。如果白天只能保证1次刷牙，那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睡前，刷久一点，彻底一点。误区5，牙龈出血是刷太大力，赶快避开那里。很多人刷牙时看到刷毛上有淡淡的血丝，就以为是自己刷太粗暴，把牙龈刷出血了，于是反而不敢刷出血的区域，怕越刷越严重。其实牙龈出血几乎可以确定是牙周发炎的信号，说明那附近有牙菌斑没有清除干净，才会让牙肉发炎，一碰就流血。换句话说，出血恰恰证明你那里没刷干净。正确的做法不是避开它，而是更仔细的用正确方法清洁牙龈边缘的菌斑。只要把脏东西清除干净，牙龈消炎后就不会再出血。而如果你一直放任不管，那点出血很快可能发展为牙周病，造成更大的麻烦。所以下次刷牙看到牙刷沾血，不要害怕，是牙龈在向你求救，请好好清洁我吧。以上这些误区，你中了几条呢？别灰心，知道错误之后，我们就能开始改善。接下来，我们请出正确刷牙法宝典，教你真正把牙齿刷干净，又不伤牙龈。其实刷牙并不是用刷子猛刷，而更像是在用小扫帚轻轻拂去牙龈上的灰尘。最经典也最获得国际认可的刷牙法，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巴氏刷牙法。所谓巴氏刷牙法，英文称为 Bass Method， 也叫水平颤动拂刷法。这套方法由美国医生巴斯在20世纪中期提出，因其有效去除牙龈沟、龈沟内的牙菌膜而广受推崇。简单来说，和我们从小习惯的大幅度横刷不同，巴氏刷牙法强调将牙刷摆放在牙龈与牙齿交界处，轻轻震动并往牙冠方向拂刷，以达到清洁牙龈边缘的目的。它有3大优点：清洁更彻底，对牙龈温和，不难学，容易做。是不是和你印象中的刷牙很不一样呢？别急，咱们一步一步来掌握这个方法。牙刷放置角度正确，首先将沾好牙膏的牙刷斜45度放在牙齿和牙肉的交界处，刷毛指向牙根方向，刷上排牙时刷毛斜向上，刷下排牙时刷毛斜向下。轻轻用力按压牙刷，让一部分刷毛挤进牙龈与牙齿之间的龈沟里，另一部分刷毛则停留在牙龈表面。这个斜置的动作很重要，等于让刷毛伸进牙龈边缘，准备扫除藏在里面的菌斑。小幅度水平颤动，保持45度斜放，开始短距离地水平来回轻震牙刷，大约前后颤动3到5次。注意幅度要小，大概只有1到2毫米，就像在原地小小地抖动牙刷。这个动作的作用是让刷毛末端深入龈沟，把里面的牙菌膜震松。有人形容这好比拉小提琴的细微动作，而不是锯木头的大幅拉锯，所以用力要轻柔，范围要局限在原地，不要整把刷子大范围的来回猛拉，往牙冠方向拂刷。当你震动了几下之后，接着就顺势将牙刷朝牙冠方向刷出去。简单说，就是从牙龈往牙齿咬合面的方向带过去，把刚刚震松的脏东西拂出来。上排牙就从上往下拂，下排牙则从下往上拂。拂刷时还是要轻，像用小扫帚扫走灰尘，而不是用力刮。以上动作颤动几下加拂刷一下，重复数次，直到觉得那段牙龈缘干净为止。按顺序逐区刷净，掌握一个区域后，就按照一定顺序逐渐移动牙刷，确保不遗漏任何角落。建议从上排右后方最后一颗大牙的外侧开始，2颗地往前移动刷毛。每次刷覆盖2到3颗牙，重复颤动拂刷5到10次，然后移到下一段牙龈缘，新旧区域稍微重叠一些，免得漏掉，一路刷到上排左边最后一颗牙的外侧为止。接着回到上排右后方，张大嘴改刷内侧面，
靠舌头那侧。内侧的刷法同样是斜45度角，短距颤动，往牙冠方向扶。上排牙内侧有空间有限，记得将牙刷竖起来，用刷头前端的刷毛去贴齿面清洁，再往下浮刷。上排刷完，下排牙齿照着相同方法刷外侧含内侧，一样从右后方开始往左移动，每个位置都别落下。如此一来，整口牙龈边缘就被你细细清扫过一轮啦。咬合面与舌头，别忘了牙齿的咬合面，也就是上下牙咬在一起的那个面也需要清洁。咬合面通常有坑坑洼洼的沟槽，很容易嵌食物残渣。清洁咬合面时，让刷毛垂直于咬合面，像拉锯一样前后短距离来回刷几下，把小窝沟里的残渣刷出来。力度可以比刷牙龈时稍微大一点点，但也不要过猛，免得刷毛太快磨损牙面。所有牙的咬合面都别漏掉。最后，很多人会忽略舌头，其实舌苔上也藏着大量细菌。刷完牙不妨轻轻刷刷舌面，或用舌苔刷，把舌头表面的舌苔清洁一下，有助于减少口臭。看起来步骤不少，其实一旦熟练，就像自然而然的习惯一样流畅。总结来说，刷毛斜45度贴牙龈，原地轻轻小幅度抖动几下，往牙齿方向扶，刷带出脏物，如此循序渐进，刷完整口牙。这样刷，牙齿表面、牙缝边缘都能刷到，而且动作温柔，不伤牙肉。有了好方法，刷牙的时间和频率也要跟上才有效。正如前面提到的，每次刷牙至少2分钟，才能给牙菌斑足够的扫荡时间。很多人平均只刷30-40秒就结束，实在太短了。可以试着给自己计时，确保不低于2分钟。你可以心里唱2遍生日快乐歌的时间，差不多就是2分钟。也有人习惯仔细刷到3分钟以上，这没有问题，只要手法正确温柔，刷久一点也无妨。但如果刷超过5分钟还停不下来，反而要注意是否过度用力咯。至于每天刷牙的次数，医生们建议至少早晚各1次，1天2次是比较理想的频率，间隔约8小时左右。原因在于牙菌斑在清洁后大约8小时又会重新附着繁殖，所以8小时后就需要再刷1次。白天如果方便，3餐后可以温水漱口，帮助带走食物残渣，但不一定要每次饭后马上刷牙。刚吃完东西，牙齿表面较软，立刻刷可能磨损珐琅质，尤其刚吃酸的东西。而晚上睡前刷牙是1天中最重要的一刷，千万不能省。睡觉时唾液分泌减少，细菌更是如鱼得水。如果带着一嘴细菌入睡，牙周细菌可以整夜大肆作乱，难怪早上起来口气会不好。所以坚持睡前仔细刷牙，清除牙菌膜，就等于不给坏菌留过夜派对的机会。另外，睡前刷牙后别再吃东西，也不建议再大量漱口或喝含糖饮料，以免把刚刚覆盖在牙齿上的氟保护层洗掉或再次滋养细菌。说到这里，有些朋友会问，刷牙当然要挤牙膏啊，不然怎么刷？其实从清洁角度来说，只要有正确的刷牙技术，不用牙膏，光靠清水也能把牙齿表面的菌斑刷掉。牙膏的作用主要有2个，提供氟化物，保护牙齿，防蛀，以及增添清凉香味，让我们刷完觉得口气清新。有些牙膏还含有研磨粒子，可以轻微抛光牙面，防止牙石沉积。总之，牙膏是辅助，关键还是在牙刷和手法。所以当牙膏用完时，不要因为没牙膏就不刷牙了，清水刷一刷总比不刷强。另外，牙膏不在，多在于成分。广告里往往把牙膏挤满整个刷头，其实没必要，那只是效果夸张。一般成年人豌豆大小的一点牙膏就够了，儿童则更少。重要的是选一款含氟牙膏，因为氟能强化珐琅质，预防蛀牙。不用迷信那些号称药用配方、美白速效的牙膏，清洁效果都差不多，记得含氟就行。如果你刷牙经常长口腔溃疡，俗称生痱子，那可能是对牙膏中的某些成分，例如发泡剂 SLS 敏感，不妨换一款温和无刺激的牙膏试试。再说漱口水，市面上的漱口水琳琅满目，有的主打杀菌抗菌，有的标榜清新口气。许多人以为用完牙线刷完牙还要漱口水，杀个菌断后才算口腔清洁到位。
但事实上，对于一般人而言，漱口水并不是必需品。正规的牙科观点是，漱口水只能作为机械刷牙之外的辅助手段，它无法替代牙刷和牙线，因为再强的漱口水也冲不掉已经附着成膜的菌斑，只能杀掉一些游离的细菌或暂时抑菌。而且很多声称杀菌的漱口水，其实主要作用是掩盖异味，让口气暂时清新，并不能治本。如果没有医生特别建议，比如某些牙周治疗后或者口干症需要特殊含服漱口，平时不使用漱口水也没关系。相反，如果因为用了漱口水就懒得刷牙，那可就本末倒置了。了解了刷牙的方法与配套用品，现在让我们谈谈利器，也就是如何挑选一把好牙刷。市面上的牙刷种类繁多，软毛、硬毛、平面刷毛、交叉刷毛、大小头、直柄、弯柄，还有各种电动声波牙刷，到底该怎么选？其实挑选牙刷并不复杂，记住以下几个要点：刷头大小适中，刷头的尺寸影响你能否灵活清洁口腔每个角落。一般成人牙刷头长度约为2到3公分，大约1枚1元硬币的直径。太大的刷头伸不进后面的牙齿缝隙，太小则刷毛过少，清洁效率低。儿童牙刷则根据年龄递增，学龄前幼儿用长度约相当于1角钱硬币的小刷头，稍大儿童用2角硬币长度，12岁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用1元硬币长度刷头即可。简单说就是依口腔大小选择合适刷头，宁小勿大。刷毛柔软细致，如前面误区部分强调的，一定要选软毛或超软毛牙刷。刷毛以尼龙材质为主流，末端磨圆的刷毛最温和，避免使用标示硬毛的牙刷，那种通常给假牙或清洁假牙用，真的牙齿用硬毛长期刷，牙龈吃不消。刷毛的排列形状，平的、尖的、波浪形，其实没有决定性差别，可以按个人喜好，但要注意，刷毛使用一段时间会磨损变形，弯曲开叉的刷毛不但清洁力下降，还容易刮伤牙肉，所以每3个月左右就该更换牙刷。如果刷毛还没到时间就已经散开变形了，表示你刷牙可能力度太大，下次要更温柔一些哦。牙刷柄握感良好，刷柄有直的、弯的、防滑握把、可弯折颈部等等设计。其实最重要的是握持舒适，操作顺手。每个人手大小和习惯不同，可以拿起牙刷模拟刷牙动作，选择一支拿着顺手稳固的。至于弯脖子设计，理论上是方便清洁后牙，但如果刷头本身够小，清洁手法对，其实直柄也能刷到智齿。弹性刷柄则是避免过度用力时有个缓冲，这点见仁见智。有一点倒是可以注意，牙刷柄不要太滑，否则失手拿容易打滑，用力时也不好控制。是否需要电动牙刷？近年来电动牙刷盛行，声波震动、旋转摆动，各种科技感十足。很多人疑惑，电动牙刷真的比传统牙刷刷得更干净吗？其实关键不在工具，在方法。如果你用手动牙刷也能严格按照正确方法刷2分钟，那清洁效果并不输电动牙刷。有研究显示，某些类型的电动牙刷确实能比手动刷多去除一些牙菌斑，但差距没有想象中夸张，而且不同电动款式间效果差异也很大。电动牙刷的优势在于，它帮你做震动，特别是对于握力不足、手部灵活度差的人，比如小孩或年长者，电动牙刷确实能帮他们完成一些细微颤动的动作。此外，一些人用电动刷比较愿意刷足时间，因为很多电动牙刷有2分钟计时和每30秒提醒换区域的功能，能培养起规律刷牙节奏。如果你总是没耐心刷满2分钟，或者无法掌握手动的正确力度，不妨考虑借助电动牙刷的力量。当然，前提是选购有信誉的大品牌，刷头设计科学、震动频率合适的电动牙刷，并且依说明更换刷头，正确使用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拿到电动牙刷也不能胡乱在口腔里乱戳乱画，还是要依照巴氏刷牙法的原理，让电动刷头在每颗牙龈缘细部震动清洁，再移动浮刷。千万别以为电动的就可以省略步骤，用电动牙刷随意来回推拉，那样反而可能磨损得更厉害。特别设计的牙刷，有些人牙齿情况特殊，例如
戴牙套矫正的患者，或牙周病患者牙龈萎缩牙缝特别大的，就需要搭配一些特殊牙刷。矫正患者可用正畸专用牙刷，中间刷毛较短，两端较长，适合清洁托槽周围。也可以用小巧的单数刷深入清洁牙套死角，牙缝较大的则可以使用齿间刷，像一个迷你毛刷插进牙缝刷洞，清除牙缝里的牙菌斑。还有一种牙间细刷，或称剃刀刷，是扁平形状的刷头，适合清洁牙龈沟或根分叉暴露区，这些属于进阶工具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咨询牙医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特殊牙刷。总之，一把适合自己的牙刷就像称手的兵器，选对了才能事半功倍。大部分人只需记住小头、软毛、好握这3点，再勤换新刷，就足够对付日常的牙菌斑了。聊完牙刷，我们再来看看牙线，这个常常被忽略但其实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如果把牙齿比作一块地板，那牙刷就像扫帚，能扫掉表面的灰尘，可2块地板之间的缝隙，也就是牙与牙之间，却不是扫帚毛可以深入的地方，需要牙线这根细绳来掏出卡在缝里的脏东西，预防牙周病。光会刷牙还不够，还得天天使用牙线清洁牙缝，这点很多人没做到，所以该清的地方没清到，细菌长期躲在牙缝深处作怪，牙周组织怎能不受影响呢？也许你曾经尝试用牙线，但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牙龈出血，或者听人说牙线会把牙缝越拉越大就放弃了。其实牙线本身不会让牙缝变宽，相反，长期不清理牙缝才会让牙缝越来越大。为什么呢？当牙缝里积满软垢、菌斑，牙龈边缘就会发炎、肿胀，甚至慢慢萎缩。牙龈一旦萎缩退后，两牙之间自然出现黑黑的三角疮，看起来缝变大了，其实是牙龈组织消失了。而规律使用牙线能清除牙缝中的残渣，预防牙龈发炎萎缩，长远来说反而能保持牙缝紧实，所以不用担心牙线会害你牙缝大，真正该担心的是不剔牙缝才糟糕。正确使用牙线也有一些技巧，取一段约30到45公分长的牙线，两端分别缠绕在左右手的中指上，留出中间约10公分可操作的长度，用食指和拇指绷紧牙线，轻轻拉锯般滑进牙缝，注意不要猛力塞进去，以免伤害牙肉。到达牙缝底部接近牙龈的地方时，将牙线贴紧一侧牙面，弯成 C 型，然后上下刮动几下，把那侧牙齿边缘的菌斑刮除。接着换另一侧牙面，也重复同样动作，然后小心将牙线从牙缝拉出来，或从牙线的另一端穿出来。每清洁完一个缝隙，就将牙线换一段干净的部分，继续清理下一个牙缝。上下牙每对邻接面都要清到每日1次即可。建议在睡前刷牙后使用牙线，效果最佳。刚开始用牙线时，很多人牙龈会有点出血，别担心，那是牙龈发炎的表现。持之以恒，每天用1-2周后，牙龈改善了，出血就会减少，甚至停止。若某个部位持续1-2周还出血不止，可能那里已经有较严重的牙周问题，最好请牙医检查治疗。除了牙线之外，其实还有齿间刷。前面提过，适合牙缝较大者和冲牙器、水牙线等辅助工具。冲牙器通过高压水流冲刷牙缝残渣，使用起来省力方便。对于戴牙套或懒得手动用牙线的人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但要注意，冲牙器不能完全取代牙线，因为水流的冲击还是不及牙线贴壁刮除来得彻底。有条件的话，可以牙线和冲牙器搭配使用，让牙缝更清爽干净。做到这里，你已经掌握了日常预防牙周病的几大法宝。正确的刷牙方法、适合的牙刷牙膏、每日牙线清洁等等，凭借这些好习惯，大部分牙周问题都能避免或逆转。然而，还有一件事别忘了，定期去看牙医检查和洗牙。再厉害的刷牙达人，也难免有刷漏的地方，日积月累会形成牙结石、结牙石。牙结石一旦形成，牙刷和牙线是去不掉的，只能靠专业的洗牙工具清除。如果常年不洗牙，结石越积越厚，就像给牙龈边缘垒了一堵细菌碉堡，不但刷牙难以渗透清洁，还不断刺激牙肉发炎。另外，牙医能及早发现你的牙龈健康状况，万一已有牙周病征兆，可以及时介入治疗，例如深度清创、
牙周囊袋处理等，避免恶化。一般建议每半年到1年就进行一次牙齿检查和洁牙，把牙医想象成你口腔健康的后盾。平时你认真做好自我清洁，后勤资源由专业的来搞定，如此双管齐下，才能确保你的牙龈和牙齿长久健康。听完以上这么多，你是否发现刷牙其实大有学问？别气馁，也别觉得复杂，改变永远不嫌晚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能一步步调整自己的刷牙习惯，选一把适合的好牙刷，挤上含氟牙膏，不是用刷的刷牙法，仔细的清洁每一颗牙。刷完后别忘记牙线把缝隙清干净。刚开始练习巴氏刷牙法时，可以对着镜子一步步按照45度轻抖浮刷的步骤来，不用求快，熟能生巧，很快你就会爱上这种温和又有效的刷牙方式。或许早上赶时间时你依然会想偷懒，但想到牙菌斑正在嘴里蓄势待发，想到未来牙齿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多给自己一点耐心吧。每天花4到6分钟用心刷牙，换来的是牙龈不红不肿，口气清新，牙齿牢牢陪你到老，这笔投资相当值得。最后提醒一句，牙齿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更健康。口腔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，我们从呵护牙齿和牙周开始，其实就是在呵护自己的整体健康。刷牙不要再假装了，让我们用正确的方法真正刷好每一次，让牙周病无机可乘。从现在开始，给自己的刷牙流程来个升级，让牙刷成为牙龈的按摩师，牙齿的守护者。相信不久的将来，你一定会发现改变带来的惊喜，照镜子时露出灿烂笑容，再也不担心牙龈出血或口气尴尬。那种自信与轻松，正是每天认真刷牙送给未来自己的最好礼物。祝大家都有一口健康亮丽、陪伴一生的好牙齿。